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第一条是，2023年日本境外部资产创纪录达471.3万亿日元。若是日元和海外企业并购，提振了其境外资产价值，使日本继续保持全球最大债权国地位。让我们关注中国相关股票有望继续上涨，而其他亚洲股市在大量可能影响货币政策的全球通胀数据公布前持平。接下来，日本加息难以拯救疲软日元，只要最有利可图的外汇赌注之一仍有需求。让我们关注美国股市交割时间终于缩短至与100年前持平。在新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下，纽约的股票交易自星期二起将在当天完成交割，这一改变将交易完成时间缩短一半，也已于星期一在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司法管辖区实施。接下来这条，新西兰央行为遏制住宅市场泡沫，新政要求银行对高负债率贷款申请人进行限制，同时放松贷款价值比限制。接下来这条，4月日本企业服务价格涨幅创2015年初以来新高，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为政策制定者寻找工资主导的需求增长提供了积极信号。接下来，由于欧洲央行官员暗示即将降息，亚洲股市是混合态势。欧洲央行放宽利率以应对通胀放缓的预期，推高风险偏好，但日本日经指数下跌，中国蓝筹股下跌，而科技股因政府对半导体产业的投资承诺而上涨。本周，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和欧元区通胀数据将影响市场。让我们关注石油在连续上涨2天后趋于稳定，尽管中东局势因一名埃及士兵在与以色列军队交火中丧生而加剧。下一条，斯里兰卡央行维持利率不变，监测宽松政策对经济需求的影响。尽管通胀在4月份首次攀升，但央行表示不认为这会对 5% 的价格增长目标构成威胁。下一条，受美国纪念日市场休市影响，亚洲股市表现好坏参半，石油价格和美国期货走高。中国市场在高层会议确认北京控制金融风险后上涨。接下来这条，威斯康星州的一项限制公共雇员集体谈判权的法律10号法案再次面临法律挑战。教师和公共雇员认为该法律违宪，并要求恢复谈判权。该州共和党控制的立法机构辩称该法律符合宪法，并要求驳回诉讼。目前法院由自由派控制，这与10年前判决该法律合宪时的保守派控制相反。下一条，日本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所有基础通胀指标均低于 2% 目标，自2022年8月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接下来这条，伊朗已增加其接近武器及油的库存，此举可能加剧整个中东的紧张局势，因为德黑兰准备在下个月举行总统选举。下一条，印度商品巨头 Vedanta 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出售股票，融资规模可能高达850亿卢比，10亿美元。最后为您播报的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疫情期间放缓后恢复，非洲成为重点。中国领导人引用了数十亿美元的新建项目和创纪录的双边贸易作为他们致力于帮助非洲现代化并促进双赢合作的证据。然而，数据揭示了更加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具有掠夺性，并且至今未能达到北京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部分言论，即习近平主席建设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基础设施网络的战略。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